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杜绝进口中国食品？再这样下去，不用敌人来侵略我们，自己就要去见老祖宗了。华人超市啊，在美国连勺子，中国的勺子都要标上警告标志，癌症及生殖系统损害，都不用说食品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奥利奥啊，它的一个夹心饼干啊，在这里也贴了一个致癌警告，大家能看得清楚吗？这个很小的一个啊，在这里啊，他说你消费这种产品啊，会使你暴露在化学物质中，包括铅和镉。加利福尼亚州已经认定这些化学物质呢会导致癌症和婴儿出生缺陷，或者是其他生殖伤害。这是好利友的薯片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面啊，这里有致癌警告，小时候吃了不少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面吧，有没有致癌警告啊？同样它写在这里，还有这上面的弹力面片。哇，这里也贴了一个致癌警告。国外给狗吃、给猫吃的东西上面居然标着不含来自中国的成分，宠物食品含着来自中国的成分，在欧美市场都卖不掉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人家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我们自己人吃的东西都一大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。现在在市面上这些包装的食品，90%以上都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害的物质，我就敢这么说。本产品不含中国成分。这是澳洲一个专门给婴幼儿做食品的公司，好像叫贝拉米，生产的一款果泥。那个食品包装上有这么一句话：13年前，美国一家生产宠物食品用品的厂家叫速力高，也在自己的产品包装上不含中国成分 ，Nothing from China。是不是有耻辱的感觉？再来看看我们这边，某一款国产奶粉的宣传是这样的：新西兰奶源，欧盟认证，美国质检，适合中国宝宝。奶粉又出事了。所谓澳洲进口、欧盟认证、权威检测，各大电商平台销售的进口奶粉，可能一口真奶都没有。3只澡盆，1台机器，在河南中牟县的出租屋里，竟能生产出澳洲进口、欧盟认证的10几种高端奶粉。视频里也看到了我和家人在喝的蓝胖子，现在心里还是阵阵的犯恶心。粉质细腻，免疫细胞发炎啊！热水冲切皮儿，奶多钙多蛋白多啊！一间出租屋3口盆浴，2-3种原料，竟硬生生地造出了一个销售量超过了650万的假进口奶粉帝国。以50块的均价来计算呢，至少有13万罐假奶粉流向了全国30多个省市。这些所谓的国外的奶制品，其实就是从河南省中牟县一个出租房内生产。无论是牛奶、羊奶还是驼奶，都是用脂脂末、麦芽糊精和固体饮料3种原料混合而成。有专家直言，这样的假奶粉其实就是90%以上的碳水化合物，没有任何的营养可言。更夸张的是，这些假奶粉甚至迷惑了专业的鉴定人员，真假难辨。比真的还有奶味更浓郁。这个外观也判断不出来，根本就看不出来。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，所以这个奶粉它对人体最大的营养价值呢，就是提供蛋白质，还有一个提供一些必需脂肪酸，还有钙那这几项它几乎都是0。对，几乎都是0。这是我前2天出差在义乌买了一款进口的，你看上面写的新西兰产的，看到之后吧，今天这个边浅了，我一看里面还给我贴了一个，这个进口商是青岛的，我现在就怀疑这个严重是假的。姐妹们，真的没想到这个奶粉它居然是假的，我怀孕的时候还喝了蛮久的，难怪我说当时我买的时候那么便宜呢。哎，还好我只喝了一段时间，后面我就改孕妇奶粉了。孕妇奶粉总不会有问题了吧？又出现假奶粉了，你看新闻没有？没有。赶紧测一下我们家的，我们家吃这个已经吃了半年。我测2种啊，一个1段的，一个2段的。用白醋测的？网上都是这么测的。那试试吧。是真牛奶呢，它上面会有那个絮状，如果是假的话呢，它就会沉淀下去。诶，絮状的，但是为什么这个没有啊？1段没有，2段有。这是什么原因啊？
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买的呀。那么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些假奶粉伪造成了14种进口奶粉，这就意味着身在中国，无论你购买澳洲奶粉、德国奶粉、新西兰奶粉或其他国家奶粉，都有可能是假货。而这些流窜在全国的假奶粉，单罐成本只要2到4块钱，在电商平台售价却达到了30块到88块，利润直接翻了10倍。但对于喝了这些奶粉的人来说呢，简直就是灾难。我儿子就是因为喝到了假奶粉，成了一个智力低下的傻子。他整整喝了5年的假奶粉，直到前不久我才发现，造成他智力低下的原因就是喝到了假奶粉。我还记得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，喝了1天的奶粉就吐血了，然后就住院了，住了7天，花了我1万多块钱。医生跟我说要我换罐奶粉，他这个奶粉不消化。这位男博主说，他当时是在某大网购平台上购买的奶粉，号称是德国进口奶粉，200块钱一罐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宝宝喝了之后开始吐血，送到医院开始紧急抢救。后来他换了另外一家网购平台奶粉，由于担心再次买到假奶粉，他还特意选择英文款的奶粉。虽然之后儿子不再吐血了，但令他震惊的是，他儿子喝了5年这家奶粉之后，前不久却发现居然全部都是假的。据他描述，以前泡奶的时候呢，奶粉特别难融化，而且孩子喝下去之后也特别难消化，经常会便秘。因为他妻子没有母乳，所以宝宝从出生开始就全程喝奶粉。孩子从出生的6斤4两，喝了1个月奶粉之后变成5斤8两，直到3、4个月大之后，孩子才恢复到6斤4两，但是一直都很瘦，发育迟缓，各方面都落后于同龄孩子。当时他们夫妻俩忙于家庭琐事，没有留意到宝宝出现异常，直到1岁零8个月时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但是已经为时已晚。那时他的孩子什么都听不懂，一句话都不会说。在后来的几年里，他陆陆续续花了100多万元给孩子治疗，但是却都没有得到康复。这不仅引发了民间的质疑，假奶粉为什么可以突破重重监管防线，线上线下的全国售卖？所以问题的关键是，3块钱的奶粉是如何击穿6层监管防线，堂而皇之的在各大电商平台销售的？记住，是各大电商平台啊！我觉得这才是重中之重。这个窝点当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？它甚至都不是流通环节当中的监管发现的，竟然是河南中牟县的民警在城郊摸排的时候，意外注意到偏僻仓库里连续几天飘出了浓烈的奶香气。因为假奶粉呢，它是要添加工业香精的，香味会异常的浓郁。据通报，仅仅这一个窝点每天发货量就超过了2000罐，这就意味着至少有数万家庭的孩子可能正在饮用这款蛋白质为0的毒奶粉。这位女博主还拆解了这条黑色产业链。第一就是生产环节，这个城郊仓库非常隐秘，监管巡查也是形同虚设。2是包装环节，造假者通过非法渠道获得了假冒罐体，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3是在平台入驻环节，伪造的检验检疫证明和品牌授权文件，可以轻松通过电商平台的资质审核。第4就是销售环节，部分电商主播毫无底线，编造了一系列的谎言欺骗消费者，比如说黑龙江口岸发货，俄罗斯进口的货等等等等。厂家呢还跟我说这个奶粉非常好卖，你就讲一讲中俄友谊，煽动一下情绪就可以了。第5就是在支付环节，第三方支付平台对异常交易的流水缺乏监管。第6是物流环节，快递企业没有执行开箱查检的制度。这6层本应该是互相咬合、万无一失的监管防线，但在3块钱假奶粉的面前却是集体失效。而这暴露出的不仅仅是监管漏洞，而是一个系统性的责任塌陷。那么重点来了，每一个环节都能不负责任，造假的人也敢胆大包天，这背后是不是体现了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的腐败呢？
造假的这些人呀，又感到他们真的很可恶。我就很纳闷，他们晚上睡觉能睡得安心吗？成本只有几十块，转手就卖大几百，喝进肚子里面一点营养都没有，全部都是那些糖精啊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终于让我明白为什么现在中国人的慢性病呀，就是发展的这么快。现在全世界啊都杜绝进口中国食品，都在警惕中国食品。欧美发达国家呢，他们的食品呢明码标注不含中国成分。可最悲的是呢，就连他们那个猫粮、狗粮啊、宠物粮都写着不含中国成分。你想想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这个食品这个危害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了，臭名昭著了。可悲的是呢，就连印度阿山，你说他们说啥呢？坚决杜绝中国食品，为了子孙后代的繁衍。想想可悲吧。我们这不是自残干啥呢？这博主无奈地说，一大早去市场买肉，卖猪肉的老板对他说，买点猪肉吧，这个猪肉好，你买别家的猪肉都是打胶注水的。他不解地问，怎么往猪肉里打胶呀？肉老板说，就是猪活着的时候就给它打了，吃了那样的猪肉，你的肝和肾都会出问题。熬过去了是命大，熬不过去那也是正常。这博主不禁说，太可怕了，现在人为了钱不择手段，这不是要灭亡是什么？现在猪肉、牛肉、鸡鸭鱼哪个不注水注胶？你走到超市、菜市场，你还敢买什么？海鲜、蔬菜、水果，你还敢吃吗？中國咧已經係癌症大國啦，目前咧3大癌症咧都要困擾住我哋每一個家庭。肝癌、胃癌、肺癌。除咗癌症之外咧，高血壓啊、糖尿病啊、心梗啊、腦梗嗰啲咧，仲越嚟越多，仲越嚟越年輕化添啊！好大原因咧係因為我哋中國人目前嘅食品安全非常之嚴重啊！世界食品安全排名啊，我哋嘅添加劑濫用咧係排喺全球第一啊！任何一個國家咧會大批咁樣俾自己人咧食啲科技與恆河嘅，所以我哋雞蛋出口咧冇人要啊！我哋月餅咧送俾人咧冇人食啊！而家已經有好多嘢都出口唔到啦，所以我哋而家老百姓咧，無論你賺錢幾辛苦都好啊，最後你賺嘅所有嘅錢，甚至可能仲會孭成身債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